掩盖或遗忘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聊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只真只幻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四野八荒。莽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玉说的没错，杀戮并不能换回来任何东西，因为我经历过弑君的痛苦，所以我痛恨杀戮。那我失去的痛苦呢？啊，死去的族人、秋叶，还有我的孩子。动手！你走吧。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神王已经回归了，如果你真的有忏悔之心，那就一起对抗神王吧。季诺，我知道复仇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今天是我太自作主张了，对不起。其实，你说的一番话也挺有道理。现在想想，的确得这么做，才会有最好的结果。
所以你不必多想。装什么豁达？纪灵，你真是了不起！哼，余威在你面前说了几句话，你就把秋叶、我未出世的孩子跟族人的死，这些深仇大恨全部都给忘记了。比起我们所失去的黑白血宫，算什么？少主，请息怒。虽然此次没有按计划除掉季氏和雪龙山，但毕竟两者元气都大伤。待我们回无间门妥善计划再出手，定能将此两者斩杀殆尽。如果只是要灭了季氏，还有雪龙山，我大可自己动手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我是要让纪宁也体会下我的感受，让他了解失去一切，双手沾满复仇的鲜血是什么滋味。少主，您对纪宁到底有多大的仇恨？我只是不服，为什么人的命运能如此不同？他是天之骄子，所有的人都围绕在他的身边，受人尊敬，受人爱戴，而我靠自己的努力，就算现在做到无间门门主，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认可。少主，这一切并非是您的过错，只是上天的不公。既然苍天弃我，我就将这赤明戒律收入囊中。待我成为赤明戒律之王，我再重新定义何为善，何为恶，何为新世界的规则。爹娘，宁儿今天放走了我们的仇人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夫人和族长不会怪你的，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。今天的事情，你还没有完全放下。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洒脱。如果不是你，恐怕我今天早就杀了虚里真人了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，他们只希望你能够平安幸福的生活下去，而不想看到你为了报仇，令双手沾满鲜血。所以我选择放了他。杀了他，只能换来一腔充满仇恨的鲜血，而宽恕，也许能换来他发自内心的忏悔。这可能就是对于这些已逝的生命最大的尊重吧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总能让我感到救赎。谢谢你，谢什么？所有的一切。
们下去吧。是。神王难道是他？经过这段休养，族内伤者情绪稳定，家园重建也已经稳步进行。我想，我是时候离开了。我们也要回雪宫了。季诺，这一分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。你是黑白学宫的天之骄子，我是无间门的门主。我看，我们还是别见面了。季诺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永远是兄弟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只需修书一封，纵使相隔千万里，我也会前来相助。还有，北面的山林里面有妖兽出现，你们路上一定要格外小心。知道了。那季诺，后会有期了。我们走吧。好，各位，保重啊。宁儿，你也保重。你们两个都是在季氏部落长大的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会的。怎么又是你？纪宁放了你一马，难不成你还想恩将仇报？二位误会了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纪英雄。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最近一个阶段，我一直在反省自己。真没有想到啊，活到了这把年纪，还让一个年轻人来开导我。儿人，为了报答你的不杀之恩，我已经脱离神王，和其他大氏族一起保护赤明界域。你能这么想，也算是赤明界域之福。只不过神王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，至少目前，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。这件事，在下可以尽点微薄之力。你知道神王在哪儿？那一日，神王在无间门召见我，提出让我攻打季氏。那天我见到了神王，正像传言所说的那样，他已经找到了操控之人。不过，我一直对这个操控之人感觉很熟悉。那神王控制的人是谁？我也是现在才弄明白，神王所操控之人就是。
是谁这么残忍，留下这么多伤口？是神王。须离真人是想告诉我，神王操控者的真实身份。但是话没有说完，便遭人灭口。如此说来，一定是神王为了防止自己身份败露，所以才杀人灭口的。可是神王怎么会知道须离真人就在这里？也是，神王总不可能时刻跟踪许离真人吧？大师兄，金宁、余威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这几天发生什么了？情况有些复杂，待会儿我们再详谈。大师兄，长青师尊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近日学宫内莫名出现了混沌之气，众师尊弟子皆大为恐慌。现在学宫已经戒严，大家出入都需要经过检查。如果这样，余威体内带有混沌之气的事情，岂不就暴露了吗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在这里等你们。长青师尊断定，身上有混沌之气的人，必是神王安插在学宫之中的耳目，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。所以余威之事，绝不能暴露。余威师姐，纪宁，你们回来了。怎么，都已经回来了，还不快进学宫？我听大师兄说，学宫之内出现了混沌之气，所有弟子进出学宫都要经过罗盘的检测。不错，现在学宫之内四处都安置了这种罗盘，一旦有混沌之气出现，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察觉。阴学问剑，检测吧。你们谁先来？那我先来吧。师尊，检测结束，并无异常。下一个，余威师姐，请吧。师尊，余威今天
身体不适。身体不适，连小小的检测也做不了吗？莫非你们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了？以为难道要为师亲自动手？不必了。师尊，其实余威已经做过检测了。此话怎讲？此前，余威身体存有异样，殿裁师尊已经给他做过检测，并无发现混沌之气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但即便如此，再做一次检测又何妨呢？长青师尊，混沌之气发现时，余威几人并不在学宫里，已经足以证明他们跟此事无关。与其浪费时间在检查自己人身上，不如想一想，把这些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研学问剑，大师兄这是在教我如何做事吗？哼！还等什么？是师尊。余威师姐。余威师姐，请吧。余威姐、金天哥，殿裁师尊找你们，赶快走，赶快回去，他有急事。啊！快走！快！哦，快跟我走吧。走啊！好，我马上就去。长青师尊，告辞。走吧。走啊！哎，师尊这……关于余威的事，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吧？师尊，如今学宫里到处都是探测混沌之气的罗盘，那余威的身份，岂不是再也无法掩饰了？是啊，要是被长青师尊发现了，余威姐肯定会被定以内奸罪，会处斩刑的。师尊。你这么急着叫我们过来，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在你们回归之前，我已经为余威掩盖混沌之气想了办法。此物乃是世间罕见的法宝，可以掩盖余威体内的混沌之气，不被罗盘发现。多谢师尊。此次济世之行，可有其他发现？并没有特别发现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都休息去吧。是。
为什么不把许离真人和神王的事情告诉师尊？我们还没搞清楚神王所控之人的真实身份，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有怀疑的人了，是季农吧？我怀疑季农？怎么可能？许离真人的身份，除了你和我，就只有季农知道。而且你还记不记得，季农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北面的山林里面有妖兽出现，你们一路上一定要格外小心。而且你我回来的路，只有季农知道。如果季农被神王控制，那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我相信季农，他不可能是神王。时间、地点也许是巧合，但是有样东西绝对不会说谎，那就是许离真人身上的伤口。伤口？在一次与雪龙山人对战中，我曾经亲眼看到过，季农的刀留下的伤口是十字形的，而这个伤痕与许离真人脖子上致命的一击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有可能也是巧合。季明，所有的疑点都摆在眼前。虽然我也不敢确认季农真的被神王控制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对他心存一点戒心。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在还没有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可以妄加猜测。那若是季农真的被神王控制了呢？不会的，我完全相信季农。师傅，徒儿最近表现特别好，一直遵守学宫规矩，没有胡闹。您什么时候可以出关啊？你呀，身为学宫的首席弟子，可私底下还是个孩子，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，这让我如何对你委以重任？师傅呀，徒儿潇洒惯了，最不爱承担重担了。这个重担，您还是多担几年吧。你这孩子，好了，为师要跟你说一件要紧的事。师父，请讲。闻听长青长侍禀告，称学宫内有一个带有混沌之气的内监，虽然到处摆设了罗盘，但是至今也没有探测到这个内奸的踪迹。师父的意思是，你身为学宫的首席弟子，自然要为长侍分忧解难。徒儿，我要传你一样法器，此物比罗盘更加敏锐，即便是法术隐秘的混沌之气，也能探测出来。只要有红光显现的地方，便是混沌之气所在之处。弟子定不负所托。师尊，你师父找你何事啊？师父让我协助师尊们调查混沌之气一事。你毕竟是首席弟子，或许将来要接替长公之位。现在开始磨练，对你确是好事。那我先去各处巡查了。师尊慢走。
走吧。哎，大师兄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呀？啊！木头，你听我说，我今天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这里正好也有件很紧急的事情。你能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学宫中带有混沌之气的内奸一日不出，罗盘就一日不拆。雨薇姐虽然身有法宝，但是还是会有危险，一旦暴露了，就完蛋了。你听我说，其实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把真正的内奸找出来，证明于薇姐是清白的。所以啊，我正准备去查查有没有什么线索。不用去了，我想，我可能已经知道内奸是谁，但是这件事需要你私底下协助调查。门主，怎么样？找到南君在哪里了吗？没有。门主，我找了很多地方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我再去找找。那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找！是。一定不是。难道你也发现了？师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也在怀疑殿才和五峰两位师尊是内奸吗？这一定是个误会，两位师尊肯定是清白的。唉，作为他们多年的同门，我也宁可相信他们是清白无辜的。可现在证据确凿，即便我不信，也于事无补啊。你自己看。这也证明不了什么。两位师尊是被人陷害的。穆子硕，你还真是块木头。事到如今，也不是没有办法证明他二人的清白。什么办法？想办法把他们二人的记忆石取出来。如果从中找不到与神王勾结的证据，这样一来，即便他们身上有混沌之气，那也一定是别人陷害的，不是吗？对呀，我现在就去找记忆石。聪明，快去吧。
自己先看看吧。参见神王。起来吧。黑白学宫的事处理得如何了？秘籍被盗之事没有露出丝毫破绽，请您放心，没有人会怀疑我们。长青剑仙虽然有所察觉，但是他找不到证据，所以不足为惧。你们那几个弟子可曾起疑心？纪宁、余威、穆子硕、邋遢道人等对我们深信不疑，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就是内奸。好，都帮我把你们从混沌监狱里带出来。这些年来，你们潜藏在黑白学宫内，可谓劳苦功高啊！为神王效力，义不容辞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都过了几天了，这个内奸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能隐藏至今，想必功力必定不凡。木头，你调查的这几天，发现什么可疑人物没有？不会的，一定不会是师尊，一定不会的。木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说。难道带有混沌之气的内奸出现了？咱们赶紧去看看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发生什么我都相信师尊，我们去救他们。走。是鹰龙卫。
多谢应龙卫出手相助。圣君十分重视这件事情，在下也不敢怠慢。百位，此时定有误会。两位师尊，不可能是混沌界域的人，他们更不可能是神王派来的内奸。我理解你们几人的感受。作为同门，我也不愿看到他二人成为内奸。但是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我们总不能无视证据的存在吧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长青师尊所谓的证据，就是刚才两位师尊发狂攻击众人吗？可是我记得晋宁师兄受混沌之气控制的时候，也出现过同样的状况。我想此事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非也非也，我说的证据并非如此。木子说，你和邋遢心里最清楚了，可为何还要阻止我将他二人拿下呢？因为我们坚信，二位师尊不可能是内奸。这么显而易见的证据，你打算视而不见吗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邋遢，你手里好像也有证据吧？而且是长公亲手交给你的，你不打算向应龙卫说明一下吗？是水晶石，比罗盘更为灵敏，能够探测到用功法隐藏之后的混沌之气。两位师尊确实用法术隐藏了自己的混沌之气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